今天咱们聊聊2026款的 UNI-Z。那这款车型呢是在2月初上了新款车型，指导价118900起。那官方给了一些优惠权益，比如说置换的1万补贴、5000元的购置税补贴，包括新春的5000元红包。红包里哈，相当于这样算完之后，各种补贴减掉之后，裸车价格低于10万了。假如在10万元价位买到一个尺寸比较大的插电混动 SUV， 那这种需求你就可以看看这个车了。我觉得它在整个价位当中，无论是配置还是尺寸，包括动力方面都有一定优势的。咱们就一块看看哈。就是这次新款车型的外观方面大体保持不变，那细节方面哪儿不一样？前包围这块两侧多了一个雷达的模块。那在功能上，它是全系标配了 APA 自动泊车功能的，包括遥控，所以说日常停车也要方便很多，非常适合女性用户哈。在车身颜色方面啊，这次2026款车型增加了一个银色，我们这个灰色嘛，其实银色看着会更亮、更耐脏一些哈。那日常使用当中，它也没有给太多花哨的设计，都是一些务实的。以使用为主的设计，可以看到像传动门拉手，但是它配备了无钥匙进入功能，可以说配置表现是 OK 的。尺寸方面比较大，它在同级别当中属于尺寸比较大的类型。那么整个车尾造型呢，也是铺的比较大的一个样式，确实让这车具有很强的运动感。那毕竟是一个年度小改款，整体造型是保持不变的。咱们再看看车内，车内变化会更多一些。来到车内，整体样式造型是保持不变，但是细节有很多变化点，比如说换挡杆从下面这个位置上换到了怀档，操作更加方便，对吧？那另外这块屏幕尺寸是14.6英寸，但是相比老款来说，这个黑边变窄了，就对这个屏幕会更大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在功能方面上啊，首先日常使用的什么语音控制功能都具备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前排座椅呢都支持加热通风，那这应该是高配哈。另外，这次新增了8点按摩功能，还有就是副驾驶这块增加了腿托，可以说前排在整个乘坐舒适性方面是有进一步提升的。那在功能性方面，这次新增了几个东西，一个是 CarPlay， 而且是无线 CarPlay， 让咱们用着更加的方便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在手机互联功能上，不仅有 CarPlay， 还有像 CarLink， 然后 HiCar， 包括荣耀车联，所以它现在可以是适应，我觉得目前至少99%以上的这些手机的功能了，这个没有问题。还有就是它有一个功能叫场景魔方，那这个是干嘛使？就这个有点像是很多车型的任务大师，就是我会提前设定好某些使用场景，比如说极速升温，那你打开之后，空调最热，座椅加热全打开，让车内尽快的升温。还有一些模式，比如说上班呀、下班的状态，听什么歌，开什么导航，对吧？包括开什么温度的空调，都可以提前设定好。所以它这个东西让咱们用着就不用说上车，各种功能操作一遍了，很简单了。那么在方向盘造型上比之前也是有变化的，一个是圆了，主要是有2幅变3幅了，然后按键上的布局有些调整，它这个按键尺寸很大，我就用着很顺手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包括我日常使用可以进入一些快捷功能，对吧？那这次像360度影像也是全系标配嘛，我觉得这车就是整个在配置方面给的还是挺足的。那用料包括内饰的布局上看的话，作为一个10万级的这种新能源 SUV， 也算是超出一些预期了。要知道10万元咱老理解是一些代步车，但是它的从设计用料来讲的话，确实有点超出这个级别的一个预期了，表现不错。然后空间方面，我身高180，现在是我的驾驶位置没问题哈。头部余量基本上给到4指还是 OK 的。它一个全景天窗，同时配了实体的物理遮阳帘，所以到夏天咱也不用担心这个被晒得很热，对吧？起到很好的隔热隔光的作用。那前排整体使用上，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次细节变化点，让我用着更加的顺手方便。那另外就是在座椅调节功能上，我们这应该是高配嘛，它主驾只有2项高低调节，这块有没有可能未来增加到4项，让我调节的方式会更多一些就更好了。那后排方面啊，空间还是挺宽敞的，身高180，前面是我的驾驶位置，你看腿部空间有一个一拳4指多的余量没有问题，它毕竟轴距也接近2.8米嘛。后排地板纯平，那即使坐3个人你也不用担心。后排的配置啊，我觉得要求不能太高，对吧？基础用的还是有的，比如说出风口、2个 USB 接口，包括我的车窗也是有一键升降的。那这些东西用着还是挺方便的，包括你看车窗玻璃可以全降上去，这个在当下啊也算不多见了哈。我觉得作为一款10万级的家用 SUV， 空间表现还是能够让人满意的。好了，咱们接下来说这款2026款 UNI-Z 的驾驶感受哈。其实，在动力方面，它用了一台1.5升的自吸发动机，然后搭配单电机，然后搭配一个单档的变速箱。
其实这个动力结构在同级别很多见，算是一个比较成熟、稳妥的一个动力选择。那么在能耗方面，2026款相比之前老款是有进一步降低的，虽然降低幅度不大，但是确地在降低。你比如说发动机热效率超过43%，那它亏电油耗是5.09升，满油满电的最大续航里程是1250公里。其实这个续航能力，咱说咱自己开的话，大几百、1000公里基本是可以搞定的，没问题哈。所以跑长途也不用担心续航能力的问题。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纯电续航里程130公里，满足城市代步的一个需求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觉得这车开起来整体感受还是挺顺的，悬架调教属于是比较舒适的类型，就是很典型的一款10万价位的追求舒适性的新能源 SUV 的这种表现。底盘没有松弹的感觉，对路面颠簸过滤效果也不错，可以说是一个符合我的预期的。在动力方面，它是有几种选择的，比如说纯电优先呀、燃油优先或者 AI 的选择。AI 模式就是根据你的一个导航路况、路线，我来自动选择，我是要这个走燃油优先还是纯电优先嘛？比如你跑高速，它会更多的用油去补能。那当你中低速行驶的时候会用电，然后节省一个我的成本消耗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其实这套动力还是挺聪明的。那在驾驶辅助方面，它是配备了视觉方案的驾驶辅助功能，高速领航，高速 NOA。那比如咱们跑高速的时候，确实可以轻松很多嘛。其实我觉得这种功能表其实符合咱们大众一个求实惠的定位。那么在城市环境下，我也建议大家去自己驾驶，因为路况比较复杂。那我跑高速的时候，确实路况周围环境比较简单，能够让我稍微轻松一点，减少疲劳度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的整体配置表现也是符合同级别主流水准的。那么可以说它的出现让咱们在10万元价位多了一个选择，可能之前有比亚迪的宋 Pro， 还有像吉利银河的 L7 等等，对吧？那这次2002款 UNI-Z PHEV 的推出，可以说在这个价位当中多了一个选择。从整个外形讲的话，它确实看着更加年轻运动一些。配置方面不仅标配了刚刚说的540度这个全景的倒车影像，然后还有就是它标配了哨兵模式。其实这个模式可能在20-30万比较常见，在10来万当中不多见啊。因为你想这个停车时候，有些时候可能避免被别的车剐蹭到，那你有了哨兵模式，就减少了这方面的顾虑。我觉得这车整体表现确实一个很务实。那我该有的配置都有，即使我买低配，我的很多功能也没有说因为我是低配而减掉，所以挺务实的。那如果你预算10万左右，想买一款新能源的 SUV， 我觉得这款车可以作为你的备选。行吧，咱们关于2026款的 UNI-Z PHEV 就聊这么多。还想关注哪些新车呢？评论区留言，我是小路，有任何问题来找我。